下面还是干货，就是港股与中概。港股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，中概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，其实走势是一样的。那港股呢？港股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它跟全球的其他股市的相关性都不高，就是它其实是很适合用来做资产配置的，就它跟商品相关性也不高，它跟美股相关性也不高，它跟 A 股相关性也一般。好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哈，包括中概，你们去看那个在美股上市的京东啊、百度啊什么这些，其实它走势跟那个恒生科技都是大差不差啊，其实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讲。那如果你有海外账户的话呢，就可以参考我下面去讲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其实呢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今天还会再跟大家聊。那也建议呢大家回去把我这个视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说股票的估值啊，一个是盈利，对吧？也就是分子的盈利，一个是分母的贴现率，对吧？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利率嘛。好了，对于港股来说，它盈利是在大陆嘛，跟 A 股一样，对吧？可是它这个分子啊，它跟的不是大陆的这个利率，就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一个底层的逻辑，它跟的不是这个，它跟的是这个。那我们讲说美债利率往上走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港股的下跌比 A 股还要惨，还要大，波动还要大。它分子跟 A 股是一样的，然后分母呢，这个利率呢被美债影响了，它往上走，导致整体的这个呢往下走，对吧？我们说如果盈利再往下走，你这个分母再把整个这个往下拽，你会发现港股如果它波动起来，它波动非常大。当然了，当它整体往上走，也就是中美利差在回归的时候，同时盈利在边际向好的时候，它的弹性也会更大，也就是分子分母同时往上推你的时候，你的弹性也会更大。对，黄金去年跟它不仅是美元指数，它是实际利率，已经解释不了黄金的走势了。为啥？因为黄金走的是康波，黄金根本就不是走的实际利率，实际利率走的是库存，是基金周期，黄金走的是康波。我们说分子的啊，对，这里有图哈，看分子沪深300跟恒生指数，它的盈利趋势是一样的 ROE 哈，盈利的趋势你看过去都是一样的，过去10年的数据趋势是一样的。我们会发现什么？当你这个 PPI 也就是整体数据往上走的时候，也就是经济面往上走的时候，这个套利 K 线香港跟 A 股的比率也是往上走的。啥意思？香港股市跑赢 A 股，因为它的弹性更大，就是在你整体市场都向好的时候，你港股的弹性比 A 股更大，它会形成戴维斯双击，因为它的那个分母有更大的那个波动空间。好，所以其实港股在全球市场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你会发现它的相关率跟别人都不一样，它分子分母是分开的，是分开影响的，分子是中国影响，分母是美国影响，很奇怪的一个市场，所以它做资产配置特别好。好，当然你要有策略，它波动大。讲到这儿我就可以讲昨天主团新加了一个数据，它波动大，对吧？但你会发现，因为我们那个是个长周期数据，长周期数据波动不大，这边都可能上下波动10%了，那边可能波动个0.5%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短期高位进去吧，别扭。我想来想去，给想做恒生科技的这个朋友们做了一个短期的指数。这个短期指数呢，是基于日线做的，长期周期位置是基于月线做的。所以呢，当短期指数到了低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；短期指数到高位的时候，你就等一等。虽然是长期指数在低位，但是呢，短期高位你进去，你肯定心情也是不太爽哈。所以昨天呢，我做了一个这个东西，
我数据拿出来了，既然我们有缘分哈，反正就公开出来了。如果今天有免费没有在圈子里的朋友看到就看到了也没关系哈。现在目前你看啊，这个港股整体位置低，对吧？可是这个位置前段时间是达到了10的，所以说其实看到这个到10呢，大家心里也有数了。基本上也就会回调了。我放一个这个，放一个小这个，但这个不一定会一直存在，因为你像这种数据啊，如果到了4到了5吧，其实加上这个就没必要了。但我觉得这个位置现在目前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我们对港股的期待，就我个人来说，对港股的期待其实是要对比 A 股要更高的，这是其一，它的波动性更大，对吗？然后其二呢，它现在低位，同时呢，如果是波动大的话，在高位入场，上下波动10%几都会有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讲说，那我在这个数据低于4啊，再一个我认为还就是很值得进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防止高位入场，我把这个小数据放在这里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就好了。好，那不要在7啊、8啊、10啊这种位置进去，基本上低于3就差不多了。别想买到最低，因为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啊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型可以正好是10是顶点，然后啪就下来，然后这个0是低点，我们只能说相对的哈啊，恒生科技、中概哈，你们看那个中概的那个京东嘛，京东跟百度，你看那些方向，你说怎么进啊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啊，这是京东的图。这是它当时上市，这是2015年以前哈，这是现在10年了。我们看现在这个位置，现在是在这儿，这是一根长长的上影线。我们看这个位置，京东的波动有多大啊？就是你如果不用数据，你说我想做京东怎么做？我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？看港股那个数据啊，做京东啊。我们说了，恒生科技跟中概，恒生科技跟中概是同向波动的，对吗？那你看恒生的那个长短期数据啊，这个东西就代表着京东、百度的方向。那你看，我们刚才给你看的是月线，我们看周线吧，日线它太乱套了。你看这一根大阴线了，看这一根大阴线了。看这种大阴线、大长阴线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位置就是刚才我讲的港股短期数据到10的位置，就不要在这儿进去。然后看这个数据到3以下或2以下了，你就可以3要素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下次见。